要小心，越是精巧绵密的计划，越容易从无人留意的角落功亏一篑。而一个计划即将收尾之际，正是它最脆弱的时候，正如此时此刻。难道这就是这个体系下的地狱？那可真是煞风景啊！看样子勉强还能行动。如果这也算行动的话，数据损失率超过了99%的，是我赌赢了。即使只有不到1%的数据残留，我依然保有自身的意识，抵达了数据洪流的终端，行星的中心，神明的心脏。怎么样？对于只身独闯幕后黑手巢穴的挑战者，不出来迎接一下，不会很失礼吗？缩。哦，沉默也是回答的一种。看来需要我自行探寻你所隐藏的秘密了。这些都是记忆，经由神的全知全能之眼，观察他所曾注视的一切。哎呀，这可真是有趣。虽然这份喜悦无人分享，有些遗憾，不过记忆总是埋藏着最深的秘密，或许甚至连本人都不曾知晓。来吧，让我看看神明的一生是怎样一出波澜壮阔的戏剧。原来如此，原来如此，这就是你的后手吗，梭？因为发现了有人在暗中窥伺引导，所以你从一开始就没打算正面应战，而是准备直接动用权限，抹杀地面上的一切。如果你一直躲在后方，那我可怜的大侦探岂不是白忙活了一场？那就有点太无聊了吧。好不容易准备好的戏剧舞台，演员不到齐可没法开演呢。万幸的是，你如今的思考逻辑非常模式化，很容易摸索出规律。只要我在这里稍稍胡闹一番，你就会出于计较资源得失，转移本体到更安全的地方。而在那个过程中，你必然要经由现实，你的本体也会不可避免地暴露一部分在外，而这虽然很让人不爽，但从结果而言，我的行动确实在帮那位大侦探。哼，那又如何？这是我做出的选择，我所策划的复仇剧，独属于莫里亚蒂的舞台包厢。高高在上的神明啊，我可不会让你如愿以偿做个缩头乌龟。
你坠落凡间的日子已经不远了。这就是如今的弗洛斯吗？嗯。无论如何，考核的时刻已经到了。小心！对不起，对不起，这位姐姐，你没事吧？我有没有撞到你？没有。那就好。姐姐的打扮好陌生呢，难道说你是在拍电影，玩角色扮演？总不会是外星人吧？外星人，倒恰如其分。是这样吗？怎么办？外星人竟然真的存在吗？不过，不管外星人姐姐究竟打算来弗洛斯做什么，最好都请上一位熟悉当地情况的导游带路，比如酒馆服务员尤娜、巡卫雷德大叔，以及百事通娜娜，也就是我啦。不瞒你说，只要提到最了解弗洛斯的人，我说第二可没人敢说第一。怎么样，姐姐要考虑一下吗？谢谢，不必了。那姐姐你慢慢玩，祝你今天开心。你也是。水灵灵的洋茄，你要来一袋吗？啊，单买不减价，成袋买够量还送3条甜芋瓜。看小姑娘面生，我可要多嘴提醒一句：弗洛斯现在的年轻人呐，自以为聪明绝顶，小手段却是一个接一个。他们热衷于往发蔫的菜上洒水，营造一种这菜是刚从地里摘出来的假象，又或者干脆在智能秤上做手脚，把像我这样玩不转高科技的老人呐骗得团团转。你说这菜是好是坏，又有几斤几两，大家看一看，掂一掂，自然有数，何必要弄这些表面功夫骗人呢？
别急着走呀，我再送你一条天羽卦呗。老东西，又当着别人的面说我坏话了是吧？你赚不到钱不找自己的原因，反而怪我的销售方式有问题，是不是有毛病？你这是什么表情？哎，是觉得那老头说的对，嫌我这水是洒出来骗人的把戏？不买就滚，别妨碍我做生意，不然……从许多方面来说，你都表里如一，一样让人厌恶，一样让人怜悯。神经病啊你！瓶装水带多了会背不动，带少了又会渴。果然还是多花点钱，再买2盒净水片吧。虽说回家之后莉亚肯定又要发火，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你看什么看？我又不是在玩过家家。喂，你听说了吗？破尼大人家里所有的贵重物品，全都被小偷洗劫一空了。不仅如此，小偷还在房屋各处画上了诡异的图案，每个图案的正中都摆放粘贴了红颜色的东西。临走前，他甚至故意摁响了门铃。唉，要我说，这绝对称得上5年来发生过的最大胆也是最恶劣的事件。哎呀，幸好这事没发生在我身上，不过我也没那么多东西可偷。唉，能吃饱饭都算好喽。5年，恐怕今年都算不上吧。就像你说的那样，这充其量只算普通的盗窃事件，对吧？这么说也是。而且我始终觉得，虽说罪犯有错，难道那些遭殃的人就没一点错吗？他们明明知道弗洛斯的现状，甚至干脆就是导致现状的罪魁祸首，却还不知防备，这不是活该？以珀尼为例，我猜这多半是针对他的报复。谁叫弗洛斯在这位新监督者的统治下，不仅没有变好，反倒一天天变坏呢？3天一小案，5天一大案，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过着也没意思。唉，弗洛斯干脆毁灭算了，所有人一起。从天而降的巨石也好，突如其来的地陷也罢，只要能和母亲待在一起，倒也没所谓。他似乎很害怕人类。你好，人类，你怎么会在我的脑袋里讲话呀？只
只是一点无需介意的手段罢了。小家伙，告诉我，你为什么害怕人类？本喵才不怕人类，明明是人类害怕我。为什么？因为我是一只黑色的不香的小喵，而我那些白色、黄色，总之不是黑色的喵友就特别受欢迎。走过路过，总要被人类摸两把。哎呀，不管怎么说，还好人类也害怕黑黑的夜晚，就是因为这样，我才可以在夜晚随便玩。人类觉得夜晚的道路就像什么森源，一旦待久了，身体就会消失不见，只剩一团飘起来的白色的还会讲话的东西。等等，你刚刚是说不祥和深渊？你说是就是吧，我不想搞懂人类在想什么，反正也搞不懂。我自己喜欢夜晚就好啦，夜晚又凉快又安静。不过偶尔也会有一些胆子大大的人类在夜晚活动。用人类的话来说，他们应该是在干坏事。比如站在那边的两个人。老大，你这边什么时候准备好？听娜娜说，无影的人今晚就要行动。他们是打算强行炸开坚不可摧的铁门，还是打算翻越高的吓人的城墙？别做梦了！依我看，真正的通路就在博物馆。博物馆？可它和天柱一样，都不是我们能去的地方。是啊，打从我记事起，老爹就不断向我强调这件事，但他的说法从没说服过我，所以后来我就去问了城里年纪最大的安奶奶，结果她也给出了和老爹一样的答案。但是当我继续追问安奶奶这条信息从何而来时，她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尽管说不出所以然，却始终坚信博物馆和天柱都是弗洛斯人的禁地。不过最可疑的地方并不在这里。你想，如果博物馆从一开始就作为弗洛斯人不能进入的禁地，那么它又为什么会被称为博物馆呢？而且说到底，弗洛斯人眼中的博物馆从来都只是一道嵌入地面的小门，小门之下有可能真的存在一个无比宽阔用以存放贵重展品的地下空间，当然也有可能就是通向城外天柱的秘密通道。不愧是老大，我明白了。总之，我们的行动同样在今晚开始。只要能率先揭开博物馆和天柱的秘密，并找到藏于其中的宝物，我就能铲除无影，取代珀尼那个蠢货，彻底掌控弗洛斯了。珀尼一生愚昧，唯有死时聪颖。不，这里用清醒更好。至于无影，也许不需要什么墓志铭，这样反而更契合他们的名字，不是吗？哼。这是什么？而你，塞西尔，你将成为弗洛斯永远的罪人。啊，所以这就是你的理由，我的创世神大人？我不介意你如此理解。你付出了这么多，如今却要从头开始，难道不觉得有点可惜？可惜？你说的可惜是为弗洛斯人，
还是为我的同胞，亦或是为如今的我自己？没什么好可惜，他们已经坏了，这是事实。就像一堆放了太久的水果，哪怕其中存在好果，但腐坏只会沿着紧挨的果皮迅速蔓延。现在想来，从一开始我就不该寄希望于为灵师系统中备份的所有意识创造新生，深渊抹煞其希望，漠视赋予其自私，而不幸最终令其殒命。你能期待搭载了劣质备份的人类创造出什么理想的文明？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告诉我，方舟基因库中还剩多少组尚未搭载备份意识的人类基因样本？57组。很好，在我进入冥想后，帮我把它们置入催化装置。符楼杀人的备份意识呢？哥哥，对不起，我今天没有什么收获。那你为什么这么晚才回来？因为路上发生了一些事。和无影有关吗？应该是吧。我记得我当时发现了一个相当可疑的人，于是就找机会凑了上去，探听对方的来历。我本想着一旦找到机会，就顺势把对方骗过来，交给哥哥处理。但后来，抱歉，那时发生的一切都很模糊，我现在甚至连那个人的相貌都想不起来。今天是撞鬼了吗？怎么连你也想不起来？你在想什么？没什么，我只是再次确认了考核的最终结果，以免自己日后愧悔。好吧，不过基于你创造我的目的，我还是要真诚地提醒你一句：如果你决定不往剩余的人类基因样本上搭载灵石系统中的备份意识，那下一批诞生的弗洛斯人，从任何意义上看，都将与弗楼杀人没有一丝一毫的联系。他们会成为全新的个体，更确切地说，是那位来自第3行星的宇航员的同胞。不，当然有联系。那些未受劣质备份污染的新弗洛斯人，既是下一次实验必不可少的道具，也是能让我所珍爱的种子结出好果的沃土。我的创世神大人，您讲话可真是越来越难懂了。代理人，你似乎又忘了一件事，纵使不惧人身，我仍是最后一位符楼杀人，而这一次，我将我的情感，我的美德与此并弃，在重归纯净的弗洛斯，他们会成为无瑕的种子，文明的衡量者，并遵循不同的道路，指引，帮助人类，最终经由永不变异的美德之手，仅存于理想的文明将化为现实，全新的佛楼沙亦将屹立于千界之上，直至永恒。在这里的事情结束之后，我也会彻底融入无尽之海，静待种子破土的那一天。我已经不需要再与他们生活在一起了。那我呢？我该做什么？你知道你该做什么？比如把那只幸运的黑猫带进博物馆，然后销毁灵石系统中积存的备份意识。无妨，那不重要。谨遵你的意志，索。必遭一灭。
哦，这就是您的过去，还真是栩栩如生呢。不回应吗？那也没关系，因为不论您回应与否，都已经来不及了嘛。您所珍爱的种子遭人离间，您所培养的沃土被人污染。作为教授，我相当理解这对于一个即将取得毕业证书的学生而言，究竟有多么痛苦。当然，您还有机会，那就是拼尽全力从您不愿离开的宿舍一路狂奔至教学楼，对那些正在破坏实验的学生施以您最恐怖的惩罚。不过很可惜，即便您来得再快，一些改变也已发生，不可逆转。因为牵动这出剧目的丝线，从来都没有握在您的手里。要猜猜看，他现在在哪儿吗？